昨天我们通过赶海获取食物，让我收获了许多海鲜，又在礁石的夹缝处发现了一只已经搁浅的大龙虾，被我带了回去进行了烧烤。那龙虾的口感让我无以言表。清晨利用海水简单洗漱，吃个堮宝作为早餐。昨天又下了一夜的雨，还好我们接了一些雨水，不过这些雨水实在是太脏了，为了避免拉肚子，我们必须想办法过滤一下。被海浪冲上来的瓶子我们可以利用一下，它能帮我们解决过滤的问题。首先我们把这些瓶子进行切割，打孔穿线，固定在树杈上。第一层我们放入松针，过滤大一点的杂质。第二层我们放入细渣，进行细致过滤。第三层至关重要，我们需要利用我们的袜子包裹木炭，吸附水中的杂质。现在我们加入雨水，让它一层一层慢慢过滤。现在我们拿上鱼竿去获取一些鱼货。光靠钓鱼指定是不行了，钓了半天只钓到了一条小鱼，我们还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这里发现了灯笼果，兄弟们，这灯笼果实在是太小了，根本就不够吃。我们再往前面看看，这里发现了一棵野菠萝树，我们找找野菠萝。不过这些野菠萝都没有成熟，表皮还特别的硬，看来只能靠晚上赶海获取食物了。我们的迷糊鼠，我们的迷糊怎么这样了？昨天我们利用捡来的大龙虾打窝，却意外引来了一只兰花蟹。把水泼干后，又收获了2个鲍鱼和一条2斤左右的海鳗。螃蟹和鲍鱼我们进行了水煮，鳗鱼则选择了烧烤，让饥饿的胃得到了短暂的满足。现在刚好退大潮，应该会有很多大货出现，我们赶海来寻找些食物。这个水特别烫，这些螃蟹应该都是被晒死了。我们再往前看看，这里发现了海胆，兄弟们，我们把它抠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收获还不错，这么多的海胆，我们先回庇护所。我们的庇护所，我们的庇护所怎么这样了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也不像是自然塌的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弄的呀？这些竹钉都已经折了，屋顶上的茅草也被扔得到处都是，这可怎么办？看来我们只能先把这里清理一下了。哎，我们的锅还没有丢，我们先用它煮些海胆吃。这个海胆还挺肥的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继续完善庇护所。有18斤的大龙虾啊！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昨天我们利用竹子做出远钓弹射钓鱼装置，又利用赶海抓到的红石斑作为诱饵。可能是因为浪大的缘故，我们的弹射装置被拖进了大海，却意外收获了一条3斤左右的石斑鱼。现在刚好退潮，我们去潜水找些食物。都已经胀了，可惜了，看来只能用它来掏坑了。有18斤的大龙虾啊！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们先把这些搞了，一会儿过来掏坑。
终于煮好了，兄弟们，这么大的鲍鱼，太好吃了。这肉也太少了，根本就没有吃饱。我们去看看龙虾坑有没有收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怎么一条鱼也没有啊？可能是因为打货时间太短，只能明天再来看收获了。昨天我们通过潜水获取渔获，却让我收获了一只蓝色的海星和一只龙虾。投放的鱼笼也让我收获了很多渔获和一只3斤左右的赤臀鱼。由于食物充足，我决定把赤臀鱼寄养在鱼笼里，等待明天的到来。我们先去把赤臀烧了，作为今天的早餐。哎，鱼笼怎么不见了？应该是昨天夜晚的风浪太大了，我们把鱼笼的绳索都被磨断了。那个鱼笼里边有我们今天的早餐，我们只能去找一找了。哎，快看，我们的鱼笼被冲到这里来了！哇，里面的赤臀还在里面。这赤臀已经臭了，看来今天是吃不了了。我们还是用它来打窝获取食物吧。现在正在涨潮，我们得抓紧了。为了避免诱饵丢失，我们要利用上这个网兜，加入石块，方便它沉底，捆扎牢固。我们把它投放下去。由于打窝获取食物需要漫长的等待，我决定潜入水下获取一些食物。一潜入水下，就发现了密集的鱼群。由于没有工具，只能选择放弃。又在鱼群的附近发现了2个塔螺。这里还有个海茄子，我们也把它带回去。那么大的新龙虾，让它给跑掉了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吃一些这个，将就一下。明天我们再去逃坑。哇，你乖乖，这么大的鱼，最起码得有80几斤！哇，我的天哪！昨天我们利用发臭的龙虾作为诱饵，让我收获了2条石斑鱼，一条做成鱼干以备不时之需，一条做成了烧烤。那鱼肉的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现在刚好退大潮，应该会有很多物质被刷新。这天气可能要下雨，我们得抓紧了。这雨越下越大，只能顶着雨获取食物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你乖乖，这么大的鱼，最起码得有80几斤！哇，我的天哪！这回是有肉吃了。那可惜在这吵我，我们只能用它来打窝了。有80斤的大鱼打窝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别了！我们用石头把诱饵压住，避免诱饵丢失。马上就涨潮了，打窝获取食物需要漫长等待。我们先回去完善一下庇护所。这是之前我们庇护所的猫草，我把它盖上去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去把打窝的坑刨了。哇，好多的鱼呀！我们现在把水掏干。哇，这么大的2只虾！哇，这么大的海螺！哇，这是什么螺啊？这么漂亮！哇，这里面有龙虾！哇，哎呦我去，好大的力气！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我们再看看这下面还有什么大货。哇，摸着了，好像是一条鱼。哇，这么大的鱼小青鱼，我的天哪！今天的收获还不错，我们把鱼再继续打窝，明天再来盘它。现在我们回去开烤。这个龙虾我们先煮着，我们先把鱼收拾一下。这条大鱼我们把它晾晒起来，作为储备粮。我们的龙虾也煮熟了，哇，满满的都是黄啊，太满足了。